谢谢啊。刚才是我两个徒弟，是，孔云龙、李云杰，哎，很卖力气，是，话筒都湿了。也不至于的，还至于湿到底下去吗？太卖力气了啊！嘴里没劲，哎，在后台看着他们，我特别的感慨。怎么呢？那俩来的时候都没多大，哦，小孩儿，现在一晃，都结了婚，生了孩子了。可不吗？你说这玩意儿，哎，平身吧，两位。啊，什么呀？就平身，谁跪下了？我还纳闷，我说相声咕噔跪下俩，你这嗨，重卿平身对对，啊！谢谢大伙儿的支持鼓励。啊，慢说这帮孩子们，其实我们老说我们俩人在台上还是小学生呢，可不吗？指的是艺术。是，实际上到了台下，咱们这岁数都不小哎，都40多了， ，40多了。尤其于老师啊你看他烫个头，显着是年轻哈。我们俩提烫头干嘛呀？这是您的 logo。啊，logo，我自个儿还弄一这个，但实际上来说，啊，这个岁数不小了。是，有的时候真是也觉着，哎呦，老了，对了，观念都跟不上了。得更新我今天来的时候，就到这个北展这后边转过来，啊，快进停车场了。嗯马路边两个孩子，嗯，顶多就是初一，小孩儿我不知10几啊，上初中1年级，啊，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就10多岁儿，就那树根那儿俩人抱着跟那儿亲。嗨，哎呀，才多大的孩子！可不是我看了40分钟啊，啊，过瘾呢，你这，看不惯。哎，对，你是看不够，明天我还去，哎呀，换人我也看。哎，对，就看换人的哎，说句良心话啊，啊，咱们可能是真是岁数大了，是，接受不了了。但是说句良心话啊，活了多半辈儿了，有谦儿哥这么一个好朋友，我觉得挺值。哎，您捧我这是这行里边最正直的人。啊，正直是应该的有时候台上啊一说笑话，谦儿哥如何如何，你们都觉得逗着玩儿啊。台下有人接触过于老师，是人非常的好，您看而且来说心胸宽广。啊，应该这样，我这个人是这样，你打我一下，我准打你一下。睚眦必报你看看，谦儿哥没有，啊，谦儿哥净忍，哎，算了吧，就不置气去吧，净这个啊。啊有的时候，谦儿哥，你这都能忍，哎，啊，算，就是不惹祸这个人，跟我真是不一样。哦我们印象特别深，那年是就跟那虎坊桥那个，啊当时在虎坊桥是湖广会馆演出嘛，啊就在那个对过不就青花池嘛，就那儿啊，好家伙，谦儿哥说实在就看出来胸怀宽广。什么事好，那几个疯子，那几个女疯子骂于谦儿，谦儿啊，看都不看，我呢？转身奔南浴池走。我进错浴池了这，那我是别远也没打我，就是好事儿这。咱们看着真佩服，哎，这还女疯子这真佩服谦儿哥，啊！给讲讲哎讲讲。嗨这，你也别是走错一回似的。说句良心话，这是在我心中这就是了不起的人呐。您捧我说相声的小孩们，从小就学着搞对象什么的。是谦儿哥没有，我晚从小就没有。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啊，曲艺学校曲艺班老师，啊你看人于谦儿不早恋，对，一门心思搁在专业上，练功拿着当表率。是包括到后20了，啊，谦儿哥给你介绍一对象嘛，有介绍了介绍个女朋友。啊？哎，别，怎么？不是我的菜。你瞧，来，这个怎么样？这这个个咱们同行啊，这多好，这个哦啊，搞曲艺的啊，不是我的菜，啊，这也不是心思都搁在专业上练功吗？啊，哪个都不是他的菜啊。对，一直到后来碰见嫂子了，啊这是我的菜。啊，这是了，我心说这么些年，我可等着他说这么句话了。是还好，我就等着后半句没有。后半句说什么呀？这是我的菜，啊，一块儿吃点吧。哎，没听说过，一块儿吃点儿。我都要拿碗去了。你看对了，筷子呢？啊，说句良心话，也就是嫂子能跟您配在一块儿。是吗？有人见过，有人没见过啊。嫂夫人很漂亮，嗨，嫂子说良心话，在我们那一片儿啊，这份儿的好，他媳妇儿7岁嗯，就狐狸精，哎，真的
干嘛？我媳妇儿狐狸精啊？是怎么第一批呀，第一批。什么叫第一批呀？狐狸精还另批呀？学校里选的吗？怎么叫狐狸精戴一红领巾吗？啊？红领巾呢？这你听成什么了？您说狐狸精那个？我说的红领巾啊。您什么嘴呀？这是？哎您还是那五心朝天盘的？您这个你想歪了。废话，红领巾红领巾哪儿叫狐狸精啊？这不是狐狸精，嫂子那狐狸精，那天下没还是好人狐狸精啊？不是他要是的话，天下没好人了。啊，对你多好，那是我们有感情出去演出，下雨，好家伙，感冒发烧，啊，媳妇儿心疼的直哭，那是衣不解带伺候他，啊，半夜还给他熬中药，照顾吗？半夜端着中药。啊，大郎，嗯，你喝了吧？哎，这我敢喝吗？这个，我在外屋跟王妈妈那儿坐着呢。哎，好嘛，行了行了，老有你潘金莲啊，是怎么着？就说这意思啊。嫂子大家闺秀，这什么大家呀？大门不出，二门不让迈，啊知道吗不让卖呀，让卖不让卖？要卖早出去了是吗？不卖是吧？不让卖，不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对谦儿一说出门演出走半个月啊，走10天，嫂嫂子连门都不出，哦，就不出去，躲闲话，别招这个，多厉害呀！嗯，现如今这社会，谁家媳妇儿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谦儿回来也感动是吗？ ，15天半个月对，没出门，没出去。你跟家干嘛呢？嗯，写毛笔字儿，哦，练书法蝇头小楷，多好啊！写了一摞了嘿，文章。哦，还有文章，谦儿眼泪都快下来了。嗯，我看看吧，瞧瞧吧，我出门15天，媳妇儿跟家写15天字儿，你瞧瞧拿来看看，怎么写，撇撇如刀，点点似桃，凤舞龙飞一般。字儿好。文章写的也好。说什么呀？黄昏，与邻居王大哥闲谈；这词儿清晨，送李先生无语；深夜，与赵大爷看岛国动作片。哎呦哈！后半夜，别说了，别说了，他是没出去，净往家招人了。这个做文章嘛，做什么文章啊？这是做文章嘛，啊，这份儿。说句良心话啊，等若干年后，您跟嫂夫人，一定是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哦，照着我们学。那是千古以来，多少夫妻两口子留下了一些个佳话，到今天还有流传。哎，这可不少举个例子来说，啊。玉堂春，哦，这是尽人皆知。三堂会审玉堂春，对，明朝的故事。是玉堂春什么人物啊？什么？那是一个有技术的女人。哎，您就别拽了，那叫妓女就完了。说的很难听啊。哎，这嗨，就这么说。玉堂春，本名叫郑立春，嚯，山西大同人。从小被拐卖到北京。哦，他那个工作的那个特种行业啊在前门，有这么一个娱乐场所。嗨，啊，那老板姓苏，叫苏怀。哦买了3个闺女。一个叫翠香，二的叫翠红。第3个就是郑立春。是他。买来之后，随老板的姓儿改姓苏。哦，因为他是第3个，所以起名叫苏三。这都知道。玉堂春指的是从业以来的花名。哦，就如同演员的艺名。是本名于谦啊，艺名于烫头啊，他没听说过，我就别起这艺名了。那么这王金龙呢？啊，就是王公子，是，就是当时到他们单位来消费的一个客人。你这说的多文明啊！这王金龙也有叫王景龙的，是家里有身份。他父亲是吏部尚书。吏部尚书是朝里的官儿分这么几个行业啊，吏、户、礼、兵、刑、工。对，吏部就是现在的组织部。或组织部王金龙是组织部部长的儿子。官二代到这儿来，看见玉堂春了，两个人你喜欢我，我喜欢你，是演绎了一段人间佳话。啊，不错京剧有这个啊，嫂子看过，啊，我媳妇儿也瞧过，嫂子看这个泪流满面呐，感动。我要做玉堂春，这什么目标啊？这是穿好衣服，画的好看一点儿。你瞧，现穿这衣服都爱看这个啊还有呢，杜十娘，啊，这也尽人皆知啊。杜十娘都知道啊为什么叫十娘呢？是她工作的那个地方啊10个女孩儿她排第10，
这比那多了。姓杜，哦，本名叫杜威。是，你看听相声长知识，你老知道玉堂春、杜十娘，你得知人名叫什么？还有本名。哎，叫杜威。嗯，在单位里边叫杜十娘。哦，碰见一客人，什么单位这也不是？这客人叫李甲，李甲他父亲是布政使，哟，还是官儿。按现在说副省长。好家伙副省长的儿子到这儿来视察，啊，到这儿视察了。碰见杜十娘了。嗯，到后来把杜十娘买出了院。后来发生很多故事，那是一个悲剧。对了，啊，杜十娘怀抱宝箱投水死了。怒沉不宝箱京剧、评剧都有这出戏。嗯，嫂子看过，也看了。我要做杜十娘，这黑了心要当妓女去。穿好衣裳，画的漂亮点儿。这一直就没穿，感情这衣裳还有一个人物厉害，啊。梁红玉。梁红玉是怎么意思？梁红玉也是宋朝时候的大户人家的闺女。哦，她有身份。他父亲、他哥哥都是武将。嗯，两军阵前失利，哦打败了仗，被朝廷杀了。哎呀，按当时的法律，家属要充公，充公。哎，就是官卖。哎呀，哎，这闺女结果卖了，成了一个有技术的女人。这又来了。有一次酒席宴前，好多文臣武将那儿吃饭，哦，招这些个人过来展示技术。哎，您就别提这个了。酒席宴前就发现有一个叫韩世忠的人，韩世忠这个人坐在那儿低头也不说话啊剩下那些官儿喝酒喝的都没人样儿了。嗨，梁红玉就想了，处热闹场中，耳面冷冷者，此其人必大不凡也。好眼力。什么意思？就这么乱腾，单有这么一个人，嗯，心如止水，这是个英雄。他看出来，于是跟着韩世忠，从良。嚯，从良了。后来宋朝封他为保国夫人，这厉害呀！啊，擂鼓战金山就是这出戏。哎，有名的嫂子看过，也看。我不要做梁红玉，为什么呀？干嘛从良啊？连从良都不行了，这至于这样吗？每个人的爱好是不一样的。哎，对，没有爱那个的。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姑娘，谁呀？叫花魁。花魁是？我们老说这么句话，说这谁谁独占花魁了。啊，对，老话儿。这实际上是一个故事，您说说。全称叫卖油郎独占花魁。哦，卖油郎，挑了挑卖香油的小贩，嗯，叫秦仲。哦，打朱仙镇跑出来，跑到临安，就是现在的杭州，在杭州街上挑挑卖香油。嚯，有一天，路过一个特种行业，哎，又来了。你这单位门前老有人。瞧见这姑娘，这姑娘当地称为花魁，就是好。群芳魁首，说所有的女孩里边她最漂亮，好看，这叫花魁。本名呢，名字叫姚琴，姓什么呢？草字头底下一个辛苦的辛，哦，这是一个多音字，也念申，莘莘学子，搁在姓这儿念辛，辛姚琴。好，但是一般都说啊，这是花魁姑娘，就这么叫。卖油郎就看上她了。秦仲说太好看了。我什么时候能会一会这个女孩？打算见面儿，见一面是50两银子，还挺贵。当然这现在不好换算，因为他要考虑到购买力啊。咱们简单的说啊，就那会儿1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300、400块钱。嚯，见一面50两银子，你算算吧，啊，不少钱呢。那可不嘛。这比您上东莞可是啊，别提那个。对一个卖油的小贩来说，这是一笔大开销。是，但是从心里边爱这花魁，那怎么办呢？赶紧多做买卖，省吃俭用，2年凑够50两银子，多有心胸。那是大气呀！就是这么耿直。哎，这什么耿直？终于来到这烟花院了，会他见一见花魁。当天晚上花魁喝多了，哟啊，这秦仲一上楼啊，就闻着这屋里边香气扑鼻，有香。正当中摆着一个巨大的香炉，里边点着香，是客人们从宫里边拿来的，好香。哎呦，当时就懵了啊，稳住心神，坐着看这姑娘跟那儿喝多了，整个这一宿就坐着看着，就光看她。3更天，姑娘醒了，吐了秦仲一身，嗨，伺候着一晚上，
又给他喂水，到天亮了，女孩才醒啊，说你是一个正人君子，我决定嫁给你。哟，这叫卖油郎独占花魁，好故事我说过这个书啊，我也唱过这个戏。我们的传统曲艺里边，像单琴大鼓、西河大鼓、烙听、铁片都唱过啊，都有这出，哎，其实戏剧也没少唱，地方戏唱的多，是吗？京剧也唱，京剧有吗？不过京剧北方的剧团唱的少，那都是南方唱的多。哦，哎，南方唱的好听，竟是连弹呐，剁着唱啊。嚯海派戏唱独占花魁。哦今天我们后台来串门的，是来一个老琴师，哦，拉弦儿的，80多了。老艺术家。后台聊天啊，刚才聊这个还带着弦儿呢，我还唱了几句。卖油郎那这么着，您给唱一个怎么样？哎，光说这故事了，咱们听听这戏。就这个说句良心话啊，这干唱一点意思都没有。因为海派戏它讲究起伏跌宕哦啊，它这个每一个小腔儿运用的，它有弦儿保着好。哦，得有弦儿。我刚才还跟那个老先生聊天呢啊。哦我说来一回嘛，老说我不上，就听不见。别，没关系。这老先生既然来了，我给他请出来，咱们大伙儿听听这个好吗？82岁了啊，就高龄了。 82岁高龄一老我艺术家。舍这脸，我请去。你把老先生请出来吧。哎，来老艺术家。对。哎，艺术家在吗？老先生呢？哎，这老先生怎么跟出溜似的就过来了？这是老先生吗？这比老先生小点啊，小多了。这个老先生呢？这儿哎，我后台那老先生呢？送走了弦儿呢？这儿留下了啊，好孩子。要钱了吗？没有？啊，愣抢的呀，这是好开心，好开心。什么大人这我是？没想到这来个小孩儿哈。他来，这个小孩有认识有不认识的，我得介绍一下。您说说。这既是我干儿子，也是我徒弟。他当我干儿子的时候，他有个名儿叫陶阳。对，当年你们老说那京剧神童陶阳就是他，就这么高那个。哎，这个玩意儿后来我们爷俩挺好嘛，他来的时候就这么大。我跟他聊天我说你可记住了，京剧舞台现在卖钱的角儿，在童年时代没有一个是神童的，神童没有坚持过17岁的。啊，说现在哪个角儿当初就神童没有？我说你考虑一下日后如何，因为小孩儿还有一个变声期呢。对呀，闹嗓子呀，倒仓啊，倒完之后没有那个调门了怎么办呢？这后来这孩子决定也说相声。当时我记得好些个京剧观众，人家还都哭着喊着骂我，把我们的京剧神童还给我啊！我心说还给你，你们也没法养他呀，是吧？一眨眼长这么大了啊！你会拉弦啊？会呀，有这手艺。有这个。你看这今年庙会咱们算行了。哎，这什么心胸？您这是？真好啊！那也行，那让我儿子拉一个，我们唱一段行吗？好啊！老艺术家没请来，请一小艺术家来。儿子，哎，儿子，哎，儿子，哎，我叫谁呢？哎，哪儿就往我这儿指啊？不是，他这个唱过戏别答应，他那身段大，他指示自己。对，别替他褶着说了，这我瞧着可是奔我来的。这占便宜没够，我这什么便宜嘛？一点意思都没有啊！行嘞，那既然你来了，咱们就一块儿热闹热闹，好吗？好啊好吧，好这个卖力气，好卖力气得卯上，得对得起观众。当然了，吃饭了没有？吃了吃的什么呀？窝头，哎，说点好的，好窝头，说点高的，高窝头，说点露脸的。露脸的窝头。您要给儿子净吃窝头，这也得跑了。这当然。废话，叛变都是吃窝头吃的，可能我告诉你，啊。叛变连窝头都吃不上，知道吗？那咱们就卯力气，好不好？太好了，这个你是我的儿子，哎，您是我的爸爸，我养你的小，我养您的老，等我老了我也大，啊。对了，我也能挣钱了。行嘞，你养我啊，就我养您。你要不养我怎么办呢？还有我哥呢？啊，是，我招谁惹谁，我站你们俩中间了吗？老有我这，你们俩对这我就踏实多了。哎，行了，您就不要感慨了啊！这没想到，哎呀，凭空得俩的，行，这要唱不唱了还？都无所谓了。哎，我有所谓呀，这个。要这样，我还唱什么唱？有你们俩养活我呢。对，这
不行，大伙儿得听啊。你就是一把小弦儿啊，我还有素着点儿啊，我还有一个帮手，还有帮手呢，哎，有一帮手还有。帮凶呢哈。哎来叫上来参观一下吧。我的帮手过来。还有吗？还有啊，哎，这啊，来吧啊，这位多大气！这也不是外人，这个这是我徒弟啊，你看这状态就像我徒弟这样啊。怎么？这是德云社鹤字科的弟子啊，哎，这个法号清源，哎啊，鹤字科出来法号，和尚似的。看着跟和尚似的。嗯来个座儿吧，俩人站着还哎坐着，没法弄啊帮个座。还有凳子。来吧，要不说相声不容易，知道座吗？什么都得会，说学逗唱啊。手艺嘛。但是我说句良心话，独占花魁我好多年不唱了。1990几年初那会儿，说相声不挣钱，只能外边唱戏去，京剧、评剧、河北梆子，搭小班唱，跑农村唱庙会，没少唱啊。这个咱们唱着玩啊。如果说哪儿要是忘了词儿了，或者是腔儿搭不上了，各位你们多做自我批评。哎，这自我批评，像话吗？来吧，他们也准备好了，跟真事儿似的，是吧？这就是真事儿这好。，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要我来了，这因为啊，我这就甭因为了，这里还搭着我呢，这里头。还有你呢，行嘞，您准备好了吗？我早准备好了，儿子，哎就这不跟你哥聊天呢吗？哎，什么乱七八糟？来吧，唱吧。没预备，因为后台有谁算谁啊，就一把京胡带一个笙啊那个乐器叫笙啊，对，挺好。你们好了吗？现在开始吗？来我早好了，我们你们哥仨听着，哎，这往那边去，哪儿又占便宜？你们娘仨听着，哎，啊这嗨，这也不像话。说句良心话啊好些年不唱了啊，其实这个关键是听弦儿，哦，一把弦儿一个笙，俩人坐一块儿。其实我觉得笙可能在乐器里边最简单生啊啊。我们记得当初有一南郭先生是吧？啊，那是这个吗？不是这个是吧？啊行了，俩人完成任务了，今天表现不错啊，挺好好了，谢谢两位吧，去吧。哎，收来收来收来，辛苦啊！其实来说啊，我最瓷实的这个不是京剧的这个，那什么呀？我最瓷实是评戏这个。评戏也有这出吗。当初评剧唱的，但评戏那说句良心话，一个人就不好唱了。怎么又一人儿这不？这那个你想啊，卖油郎独占花魁是小生和花旦的对儿戏，这最好听啊！好听，但是说句良心话，没有人配合就没法唱。你看看，这嗨，不是这您算点错，我不会，我可以配合，对吧？但是我不会唱评戏。那您配合一下就好，好吧？不用唱吗？哎，咱们这样啊咱们就来这个夜宿花楼这一点儿哦您就是花魁，哦，这我又是花魁了，你打外边啊陪完客人回来了，这我倒有生活。那是什喝的么叫陪完客人了？喝的跟醉那个似的醉什么似的？啊，在这儿就睡觉了。哦，我呢，钱交给您前台的负责人了。我们单位然后呢，还挺全乎。那是，到楼上一瞧，一进门有一大香炉，啊，就点香吗？那香跟这儿，我就愣了，哦，傻了，是，闻了一鼻子香，嗯，稳了稳心神，哦回头再看，你在这儿睡觉了，我不忍心叫你。我喝多了。桥楼上鼓打一更，嗯，小生从这儿开始要唱，是好角儿连唱5更。哦，五更不一样的心情，到最后要跟花魁说一说知心话。是是是。我唱这卖油郎秦仲，哦，您就来这花魁，我花魁哟，省事儿，您也不用大腔儿唱什么的，因为这会儿您主要是睡觉，啊，对，喝多了，是不是？这可以。但是您还得帮个小忙，还赶一个什么呢？因为这儿还点着香呢，这点香怎么呢？没有这个不好做戏，那知道吗？我他愣住之后啊，他要先把这香挥开了，哦再叫板呀，论顿大大苍啷啷开唱。那这没香炉，没有这香您怎么了？啊？你会抽烟呢？我抽烟当那香啊？你也没词儿，跟边待着也颠，你来根烟，这台上闹得很不闹得很？这个你闲着也难受啊。那倒是，倒也是这你么半天。带着烟了吗？我这随身带着呀，这个。这我这是这么半天没抽了，倒是瘾上来了，你知道吗？真点呐！你这样，咱啊这样，咱这个也得有伴奏啊，也得伴奏。这个没有伴奏，他当中做戏很难受。他有唱完更之后有行弦儿的地方啊。这
京剧那小孩能干，评戏他就不行了啊。我们请了专业的，我们从评剧院请了乐队老师，这太好了。来，我们有请乐队的老师。哎，来，身上。这么些人呐，哎，听见了，哎，行了，瞧见了，哎，谢谢啊，那个楼上了，你们要注意安全啊，太高了是吧？因为下边是 VIP， 掉下来得补票。嗨，那是补票的事儿吗？我要谢谢现场的朋友们，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叫梅菜罗斯，梅菜，不是，干嘛吃饭来了？有菜没菜？梅赛德斯，梅赛德斯18000多人。对，体育馆。打清朝末年开始有了相声，哦，这个行业也没有在这么大的场馆演出过，这是太大了，啊！谢谢大家，您各位见证了中国相声史上的神奇的一幕。哎，这是第一回。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谢谢各位了，谢谢。我还是那个说相声的小学生，我叫郭德纲。怎么那么客气？那么说，在这个行业里边，因为我是你先等一会儿，学这个，别往下说了。哎，咱俩商量点事儿啊。以后你要不打算介绍我，就别往我这边比划一下，行吗？这不用介绍，怎么？都认识。哦，倒是熟。姓于名谦，字麒麟。谁呀？谁字麒麟呢？所以说啊，什么所以说呀？怎么了？没有字，没有字，没有字。人家姓岳名飞，字鹏举；姓张名飞，字翼德；姓岳名飞，字没有。这没，以前有，到现在就没有字。反正我没有字。姓于名谦。对了，道号卧龙，法号祭奠。好家伙，我怎么那么乱呢？我这个英文名字叫没有，都没有。英文名字也没有。谁起个英文名字干嘛呀？不能啊！啊，我小儿子还有英文名字呢。你大儿子那字就搁我身上了。我没给你起英文名字吗？你凭什么给我起英文名字呀？我凭什么就不给你起英文名字呀？不是他粘上我这了，个我凭在我这儿来说，那是一视同仁的。这个真的，我谢谢您，您别拿我当人行吗？应该我小儿子啊，郭麒麟的弟弟，我小儿子啊是，这叫安迪啊。对，那是他的英文名字呀。3岁半了，我没给你起吗？我这一天到晚我忙的是什么？我，嘿，你这怎么你干嘛？你要给我起英文名字？我现在就要给你起一个，我也跑不了了。你叫乔治，我叫乔治，你姐姐叫佩奇。嗨，哎呀，我们这都那么社会啊，我们呢，您看着。因为跟于乔治老师的，谁叫于乔治啊？哪有于乔治？您原谅我呀，我这个英文水平实在是不行。您就别到处给人起名了。我这个英文呐，狗听了糊涂，你听了不明白。你这我招谁惹谁了？我上来跟狗比，你这。哎呀，跟于老师一块合作有个小半辈子，哎，反正不短了，好开心，挺愉快。要没有您各位支持，我们两个走不到今天。是这样，相声是个语言的艺术。什么叫艺术呢？什么？演员的能耐叫艺。把能耐卖出去叫术。这还能分开解释？有艺无术，那是诈骗。有术无艺，你是个商贩。不是艺人。那当然了。我有艺，但是我没有术。哎呀，我这个相声啊，从美学的角度、社会学的角度、人文的角度，这么好，那么好，那么好，这么好，
然后你说了我的门票是1毛钱，啊，观众扭头就走，你就是诈骗。哦，为你花1毛钱都不值，你再说别人没有意义。人家都不看。所以有意无数不成，哦，有数无意也不成。是吗？你说他卖个笤帚、簸箕、扁担，他能卖出去？嗯他那里边没有意啊。嗯，所以说那个东西它叫有数无意，这对，这两者合在一块儿才叫艺术。有道理怎么能把相声说好呢？啊。其实是有窍门的，这还有窍门吗？雅俗共赏。这4个字我们经常说呀。雅要雅的那么俗，哦，俗要俗的那么雅。这还是辩证的关系。吾与你焉有何花呀？你瞧，有点意思。太雅了不行。不行吗？你雅得过昆曲吗？嗯，昆曲是雅气。太雅了，哦，每一句唱词儿，好几个典故。是。所以在民国的时候，昆曲卖票就很困难，哦，这就没人看了是吗？都得带着花镜，捧着《康熙字典》跟那儿听戏。这多费劲呢。看一场演出比种地还累嗨，还是没有收成。啊！雅到极致不风流，哎，这句话有理。太雅不行，哦，太俗也不行啊。那这俗怎么又不行了呢？于老师一上台就把裤子脱了，嗯啊，谁看呢？那就是您的粉丝都在。哎，你们倒是把我豁出去了是吧？没有那样，所以说，太雅太俗都不成为艺术，是吗？又何况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话怎么解释啊？我不爱看郭德纲，嗯，正确。哦，行，我不喜欢听德云社，没错。没毛病。天下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和一个演员被所有人都接受，哦，不科学。这对，你花8个亿拍个电影，拿1万个奖，我就说不爱看，你也不能打死我。那就是不喜欢吗？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武第二。哎，艺术类首先说，永远分不出谁是真正的第一。哦，就是你个人认为的那个就是最好，是。你不必说服第2个人跟你一样，很难。哦，哎，那么武无第二。嗯，体育类的东西一定是能分出谁第一谁第二。都能分出来吗？咱们俩比赛，从这儿跑到那儿，哦，我跑了35秒，哦，你跑了7天，哎，对吧？我就这水平就别参赛了，我这，那让观众们看，一定是你比我差一点。差一点儿干嘛？我都轮椅了，我都。是啊，所以归拢到最后就是那一句话：嗯，一路玩意儿惊动，一路主顾，一路宴席款待，一路宾朋。各有各的口味。谁也不必说服谁。你喜欢就是硬道理。是。说一句粗话，怎么讲？只要我爱，我管他谁媳妇儿呢？这叫什么话呀？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就说这个意思。那么相声怎么能说好呢？哦，其实是2点。哪2点？第一是活着，活着。第2是忍着。怎么那么水的2句话呢？第一，活着，怎么讲？4个说相声的对着骂街。你把那3个人熬死了，你就是艺术家。熬死了你就是艺术家了。 25枪毙一个，31撞死一个，40疯了一个，就剩你连人话都不会说。你活到90，你就是艺术家。没人抬杠。你看你有话语权吗？他天大的能耐，他在盒里头了。哎，对。所以第一一定要活下来。哦。哎，第2忍着。忍着怎么说呀？看看唐僧。唐僧。7天路漫漫。此一去，山高树险。对。路过9妖18洞，洞洞闹妖精。是。你只有熬到头，你才能上西天。熬到头也没得好啊！我上西天了，我见佛祖取真经。哦，这就算成功了。我觉得我很多地方跟唐僧很相似。您跟唐僧有什么相似之处啊？第一，我们2个的名字非常的多。多。唐僧啊，玄奘是唐三藏。哎，玉帝。哦，玉帝哥哥。好，加一哥哥就又一名。徒弟们一喊师傅，哎，有这么叫的。我也是好多名字呀。您都有。徒弟们喊我也是师傅。
有这个，啊！你瞧，有喊郭老师的人尊重咱，对，是吧？有郭麒麟的粉丝啊，我一上场他们喊爸爸。嚯，您这个，你看你没听清楚，再来一遍。嘿好，我听着合问你妈好。谁说的？好，要是有张云雷的粉丝呢，他们管我叫姐夫。啊，名字多。不少，第二点，我跟唐僧相似的地方，啊，我们都是给祖师爷打工的，打工替祖师爷收徒，传道替祖师爷干活。是，祖师爷还不管饭。嗨，对，嗯，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再说，我们都是被妖精惦记着，怎么叫都是被妖精惦记？吃一口唐僧肉长生不老，哦，骂一句郭德纲大红大紫，哎，挺好，有利用的价值，这挺好。哎，那倒是。最重要一点，我们有一地儿特别相似，您再说。唐僧身边有一个猪八戒。哦，喂，我呀，我就别把我说进去。乔治，哎，行了，我老跟这猪挨着。所以说，第一，嗯，你要活着；第二，你要忍着。有道理我7岁学评书啊。 ，9岁学的相声嗯， ，80年代末唱了5年的戏，哦，京剧、评剧、河北梆子，搭小班儿呵，各个农村呐、县城啊，哎，外边给人搭台唱戏，干了5年。经历很丰富。所以后来我看见于谦儿的时候，我无数次的我就问他，我说你跟我们不一样，你为什么要说相声？我怎么不一样啊？我们生活所迫，幼儿失学，啊，指着说相声吃饭。是您这个家大业大，怎么这些？没有，真的。我倒是不指着这个，但是也不像您说的那么。因为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于老师家里边啊，书香门第，宦官之后啊，宦官之后，啊，宦官是太监那个，是吗？您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怎么说？您要说这得把官搁前头，官宦之后，家里做官的，倒有过那么一阵。他的曾祖父嗯，在清朝的时候做官，做什么官呢？负责鹤顶红的品鉴。这个任官运不旺吧？那个上任当天就去世了。啊，那就是来活了，那就是。后来他祖父就说了说什么呀？：“咱们家不要再做官了，不行吗？富贵无三辈儿，清官不到途。对了，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强。”那倒是。所以打那儿起，嗯，他祖父练武术，哦，改练家子了。刀枪剑戟斧钺钩叉，18般兵刃是样样精通。这厉害了。尤其很多由南到北的武术侠客，嗯，都教过他的祖父。哦，还投名师访高友。尤其有一位铁砂掌的名家，铁砂掌是双手上的功夫。单巴掌挥动是500斤的力气，好家伙， 2巴掌1000斤。厉害，他教过你的祖父，真好。可惜这位大侠去世的太早。哟，怎么死的呀？哎，嗯，早晨起来洗完脸的时候，拍爽肤水儿，好家伙，这么大能耐，跟自己使什么劲呢？这个脑袋稀碎。自杀了，感情。就这样的大侠，都教过你的祖父。就这个缺心眼儿的大侠们，要不你祖父能那么厉害吗？他真厉害吗？到后来行走江湖的时候啊，不用带兵刃，那怎么打架呀？跟人拿个葫芦就可以了。葫芦就能当兵刃使？突然间走在夜路，对面来了贼人了，怎么办呢？你祖父就把这7个葫芦掏出来了， 7个呢？还有口诀呢，怎么念呀？叮当的咚咚当当。葫芦娃，哎，葫芦娃，你说他干嘛？没有7个，一个大的。嚯，后来嫌这一个大的碍事儿，怎么办呢？从当中劈开，哎呦，半个葫芦，这叫瓢。对呀、背着这瓢就走遍天下。哦，祖父，哎呀，瓢到东，瓢到西，瓢到南，瓢到北。行了，身体要紧。
后来怎么样呢？他祖父就病了。你瞧我说什么来了？就是嫖的，你知道吗？瞎说八道，废话，您说嫖到东，嫖到西，嫖南，嫖到北，后来就病了，那不嫖的吗？病是因为练功练的走火入魔，真病了？真病，什么病？全身不遂哎，嗨，没听说过，啊，那叫半身不遂，得过2次半身不遂，一边一次对上了这个，但是脑子很清醒，还有思维，而且眼睛能动，眼睛能动，全身都不能动啊，他这不全就是眼睛，嚯，这还很机敏啊，这眼睛。这特别灵活。哦哦，家里人一看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给说门亲事吧。干嘛这时候说亲呢？娶媳妇儿进门，这叫冲喜。什么叫冲喜啊？过去兴这个啊，有喜事儿了，把这病和灾就冲走了。有这么讲的。那会儿娶着你奶奶，结婚了。你奶奶过到门来照顾你爷爷。哦，老两口子生了8个孩子，那时候确实。你先等一会儿，那会儿可以多要孩子。等一会儿，我问问您啊。哎，就靠这眼神儿就生8个孩子呀？啊？俩人要强啊，什么叫要强啊？这跟要强没关系。个性有个性。没有，这眼神一动换就生8个孩子，这不是我估计你爷爷啊？哎，不行了，嗨，别往屋里调人了啊！反正生好几个孩子，是吗？这里有你父亲呢，当然有啊，对不对啊？是啊，他爸爸那会儿赶上好时候了。怎么叫好时候？他爷爷，你想啊，到处挣钱都没来及花呀，我给他留着了。全是他爸爸这哥几个花钱。哦，他父亲那会儿叫做纨绔子弟啊，纨绔子弟，纨绔子弟，先玩裤子啊，后玩胯过，啊，纨就叫纨绔子弟。纨绔子弟。对了，他爸爸戴那大戒指啊，好家伙，绿的都不行了，色儿好那叫祖父绿啊，祖父绿呀。您要不知道别瞎说。那叫祖母绿。怎么了？让祖母绿，那还是祖父绿啊，那个啊，就叫正字叫祖母绿的那个。祖母绿。对了，哎，厉害呀！哦，他爸爸年轻那会儿帅，漂亮。好家伙，20出头，哦，一身英国的西装，那时候就穿洋装，意大利的皮鞋，真好。喷法国的香水儿，法国的香水世界有名，打鼻子一闻，怎么这么香啊？哎呦，什么牌子呀？啊？法国香水什么牌子？这特别香啊，真的。没说清楚啊，您这个什么牌子没听清楚？您看看，哎呀，可香了。您老顾着那边什么牌子？您说清楚。王守义。哦，13香啊！我祖父出门喷一身佐料，还能。我哪知道法文怎么说？不会，不懂。不会，您就别说。不懂，啊，很厉害啊！专门出去吃西餐去，吃洋餐，自己打造的那个纯银的刀叉，这都私房的。好家伙，他爸爸那纯银的那个吃西餐的叉子啊，1.5米，我1.5米长啊！哎，哦，扛着哦，吃西餐去喽。这不是吃西餐去了，这是取经去了，这是叉子嘛？这还是耙子？反正很厉害啊，很厉害。按说就这样有钱的家庭，是绝不会允许孩子说相声。那倒是，因为什么呢？干这行太苦了，这叫下九流。以前小的时候我们在曲艺团的学员班上学啊，老师跟防贼似的看着我们。老师啊，知道吗？不许吃冰棍啊！冰棍怎么了？天热，吃一根冰棍雪糕不允许。为什么呀？怕把嗓子激着啊，保护嗓子。吃冰棍了吗？都不敢。没有。是啊，老师厉害。于谦，妈单叫我呀？于谦啊，于谦站起来。哦，我什么德行了？我这小孩嘛，小孩就这样。我也太天真了，这个老师看着他，嗯，我刚才眼睁睁看着你从学校外边，
拿着一根冰棍儿进来，哦，哪儿去了？你不可能吃这么快。是，我是站在窗户这儿看着你，看你一路进来到教室，伸手，你瞧，那个你看没有，俩手你看，扔了这孩子，哦，反正以后不许吃，知道吗？对，老师说完，出去了。于谦乐了，好家伙，别吃了，没话喽啊！掖在裤腰带上。你是不是以这为？谁说的？没有，你以为搁在裤子口袋里了吧？嗨，哎，没有搁那儿的。哎，冰棍儿不让吃。对，今天吃饺子，不许蘸醋，为什么不许蘸醋啊？蘸醋锁嗓子。哦，不许喝啤酒，喝啤酒呢？啤酒花让这嗓子松懈。哦，唱的时候叫不上劲来，你看，什么都不能吃。非常讲究这不光不能吃，还得告诉了，啊。早起喊嗓子，哦，这练知道吗？没事的时候，摁着小肚子，啊，要会用气。哎，这是都丹田啊。您看我们演出了吗？说说唱唱2、3个小时，为什么嗓子不哑？就是用气。哦，但那会儿小孩哪懂什么叫用气呀？啊，谦儿比我们就灵。我又灵，我得用气，我得补气。怎么补气呀？每天晚上练功的时候，我们在练功房有晚自习啊，是，我们都那儿练功。于老师在练功房，要吃10斤干炒黄豆10斤干炒黄豆，干炒黄豆啊，10斤呐，是10斤干炒黄豆，这么大的盆，是拿脸盆盛那凉水，是，喝3到5盆。要不吸不开那东西各位啊。 3盆凉水10斤黄豆，是一般的牲口吃不了。废话，我这嫁缘去了是怎么着？于老师为了补气，每天吃这个。哎，那会儿我们跟于老师挨着宿舍，我们这一屋呢将近20个人一个宿舍。嚯，他自己在这边一个单间儿。然后咱们这个身份比较大，那倒不是，怎么？应该是8个人一个宿舍。我们是怕他漏气。我怎么还漏气？我不是补气吗？补的太多了啊！早晨6点来钟，这屋里叮当噼里啪啦，多乱呢！我们你想还没上班，凭什么让你崩死呀？是吧？谁呢？崩死！所以我们宁可给他腾出一个单间来。我们上这屋来啊。第一，作艺要有气，补气；第二，嘴里要干净，得清楚。你看今天上海这个场馆，现场不到2万人，是每一个字儿清清楚楚的，要让您听得见啊，送到您的耳朵里。当初老师说了啊，说话不轻，如钝刀杀人。这话怎么讲啊？杀人的刀要快，是，如果刀要是钝了，杀人的话太痛苦。这是至于吗？我给您举一个例子，您说说。比如说于老师被杀头，我也是贱的，非为这干嘛？你说，因为只能说你，不能说别人。你要说我，谁给他们解释钝刀杀人呢？那您受累吧。于老师要被杀头了，什么时候的事儿？这个心里可难受了，一点都没看出来。挑个好日子吧。怎么个好日子？大年30，举国欢庆。您还过生日？我死这时候50大寿，就是今天呐。 50大寿，50大寿过生日，年30是，家里边还住新房子，还有一个乔迁之喜，新买了一个7000平米的独栋别墅。好，我把故宫包下来了。嫂子白天出去花2毛钱买了一张彩票，中了1个亿，好事都让我们家赶上了。你儿子
在美国大学毕业，拿了文凭，嚯，而且带着美国的女朋友回家来。多好啊！女朋友她爸爸是世界的首富，你瞧这怎么那么好呢？全家人坐在一块儿吃饭。哦，正当中摆着一条红烧鱼，还吃鱼。于老师这一筷子下去，鱼肚子里边，出来这么大的一个珍珠。你瞧，还有这么大珍珠，好事啊，都是好事啊，就没跑了。我也来了，您来祝寿，给您祝寿，于老师生日快乐！太好了。我的生日礼物随后就到。哦，有人送来。我给您买的是印度三宝。怎么叫印度三宝啊？印度的3样特产。这太好了。一会儿的功夫，门一响，印度公司来人了。谁来了？门口站着一个特别漂亮的印度美女。哦，19岁的一个姑娘，花季少女。哎呀，长得漂亮。脑门这点着一红点儿，这是印度风情啊。手里托着这印度三宝。你瞧，进门就问，你是那个于老师吧？这是印度的吗？这保定的这是。那个印度姑娘在保定留学。哎，好，还想不想进步了？这位，代表俺们公司，哎呀，给你了送这个印度三宝来了啊！赶紧吧，收了吧，接回来看看吧。啊，一个印度紫檀雕刻的一个木桶，印度紫檀一宝，没错。这紫檀的桶外面抹了一层印度咖喱，这玩意儿还能吃吗？这个一掀这桶盖，满满登登一桶什么呀？印度神油。这玩意儿有拿桶送的吗？于老师端起来，吨。哎呦呵好，我这太糟践东西了，全喝了啊，精神愉快。哦，一回头看那印度美女了。于老师说，我特别好奇印度女孩这红点是怎么回事。哦，我能摸一下吗？能吗？姑娘有点害羞。还等处吗呀？哎，好，他就等着这事儿呢。来吧。哦，于老师拿手一摸这红点掉了。哟，一看掉了，脑门上有字儿，写着特等奖。你说这都怎么琢磨的？这是什么特等奖呢？什么呀？人家公司抽奖。哦，谁把这个 K 掉了，就是中奖了。这中这特等奖是什么呢？奖品就是这个印度美女。她怎么个讲法？以身相许，就留到我们家了，就住在你们家了，就是我们家人了。但是嫂子不太愿意，她肯定有点想法。凭什么她来了就留家里边？吵闹。要这会儿功夫，怎么样？门开了，谁来了？出现100多官兵。这官兵是于老师。恭喜，怎么样？生日快乐，春节愉快，恭喜您中奖。嘿，今天杀头。喂，前面这好事都跟我没关系了啊！为什么杀我？没事儿。就是拿您解释一下什么叫钝刀杀人。对，好嘛，我这轻如鸿毛。这玩意儿给于老师弄走了。屋里边死一样的寂静，那就没有主心骨了。你儿子跟儿媳妇坐在对面。我坐在这儿，是这边是你媳妇儿。这边是这印度美女。对，她也不走了。我们5个人心情很悲痛。不是你这落你手里了是怎么着？你这压抑没瞧出来呀？很长时间，嫂子擦擦眼泪，还真哭了。行了日子也得过。是，拿手一指自己的儿子别瞎想那没用的了他走就走吧，跟你有1毛钱关系吗？是吧？没关系了。端起杯来先敬你小妈一杯。你瞧这儿认一口子。我说别喝了，谁有心思喝酒啊？是大年30包饺子吧，是吧？好，不喝包饺子。哎呀，荤的、素的、肉的、鲅鱼馅的各式各样的。有一个饺子里边还搁一个硬币。你们缺心眼儿是怎么着？我这儿都要死了，你们这儿包好些饺子干嘛？就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悲痛。拿饺子填一填。打开电视，干嘛呀？看看春晚。看看今年有没有好的相声啊？没有了，我都杀头了，哪还有好相声去？什么玩意儿这是？我们不重要。于老师很重要。怎么？您这会儿已经送到了北京的菜市口，那是砍头的地方。先给于老师从上到下8个一丝不挂。
干嘛光着呀？杀头了，杀命都不要了，要脸干嘛呀？那我也不能先不要脸后要命啊！一丝不挂，啊，哎，捆好了，是脖子后边插上那叫招子，招的是什么样？一个尖儿下来，哦白色儿的纸，哦电视剧、电影都有吧？是是，监斩人犯一名，大流氓于谦，我说怎么光着呢？打脖子后边插进去。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哦，于老师大气，我说本忙本忙干嘛呀？什么叫本忙啊？大流氓嘛，大流氓叫本忙啊！本流啊，不行了，我就别跟人放粪了，我就本忙啊去你的！哎，这踹回去了。啊，跪下，哦，让你跪下，谁让你撅着了？嗨，你就别纠正我这姿势了。跪好，怎么又撅着了？废，你要不踹我呢？嗯，行，乐意撅撅着吧。嗯，都收拾完了，啊，天光大亮，这就一宿已经是大年初一了。啊，这折腾一夜吗？北京菜市口往前走叫琉璃厂，是，每年都有庙会，对，全国各地来逛庙会的游客嗯，大约在70-80万人，人山人海，每一个人都从您这儿走才能到庙会上去。我跪在庙会门口了。嗯，挨个从这儿过呀，啊，有看3遍的，有看2遍的。干嘛这么？你们卖票不卖呀？你们哦呦，这是那于谦吧？啊？对，嚯，怎么了？真白呀！你管得着管不着？看热闹还挑三拣四的，你这白哈，啊？都过去看去，是一晃就到初7了。我跟这儿展7天呐！你可别骗人啊，因为北京的庙会是从初1到初6，那还剩1天呢。咱们这些工作人员不得看看吗？哦，内部还有优惠的呢。那当然了，哦，都看腻了，是跟监斩官跟大人请示一声，干嘛呀？哎，该杀头了。哦有一监斩官坐在这边，还有监斩官。哎，这儿过来了。嗯启禀大人，是时辰已到。哦，大人一回头，整啊，整弄死他呀，切个稀碎啊，这监斩官东北来的是怎么着？削他呀。哦，哎，刽子手拿一把大刀，是肩宽背厚刃飞薄，杀人不见血光毫，紫薇薇蓝娃娃，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就是快，刀就举起来了。这一下是不是吓一跳？没砍呐。谁跟你斗了？这儿吓一跳对不对？废话，可不是吓一跳，吓死了，这就哎，尿了。多新鲜呢！别斗了，于老师尿了。有这么闹着玩的吗？这个哎，砍，嗯别哆嗦，你玩呢是怎么着？给你开心的啊！啊，到最后，砍了吗？一刀下去，人头落地。真砍了。于老师这脑袋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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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过马路，啊，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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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哎，停住了，怎么停住了？等红绿灯。哎呵，我要这么规矩，至于杀头吗？我这个哎，绿灯了，啊，嘟，走了过。马路。到那边去，一转头，说什么？好快的刀啊！嗨，我也太贱了，我也。这个杀头要快，你快了利索，要是钝刀就坏了。钝刀怎么不行再举个例子啊，钝刀，啊？前面咱可不说了啊。不说了，大年30过生日买彩票，对不对？这好事都免了吧？都不提了。没我没关系。到最后杀头刀举起来了，啊，叫这口刀啊，怎么样？打唐朝传下来的，嚯就从来没有磨过。啊，那个刀刃都是锯齿儿啊，都是锯齿儿啊。大人，怎么样？时辰已到。哦，大人一回头，是整啊，好嘛。削他呀，哎，弄死他呀，这孙子还没调走呢，这个切稀碎呀。赶紧吧。你听说切稀碎，啊刀举起来了，来啊，啪，这个扎脖子上了。扎上了。哎，这，嗯哎呀呵，走，嗨，锯，啊，连锯3天，怎么样？您猜怎么样？我呢？你是饿死的。我这去你！
谢谢谢谢。刚才是高峰和栾云平，对，好演员，是北京德云社的中流砥柱，都不错。刘云天，李菁，哎啊，这都属。李菁也不错，李菁，我师弟，对，最近刚生孩子了，哎，对，刚，好多人都看报纸都登了哈，哎，有消息了啊，仨花的俩黑的，啊。哦，还生一窝感情，像话吗？家小猫，小猫生完了，小猫生是小猫生，他媳妇儿又生一个，生一小猫。说话很肮脏，废话，别搁一块儿说。生一小姑娘，哎，多可爱呀！是随他妈大脸盘子，是啊，随他爸爸大眼珠子，嚯，那闺女长得跟盾牌似的，哎呀呵，这让您一说看不得了。这孩子可爱之极呀！哦，可爱最大的优点啊，啊好认，啊，那是好认，都都跟盾牌似的，还不好认吗？这咱你说也没帮什么忙，人家家都挺顺利的，挺好啊。您打算帮什么忙啊？医院咱认识人呢，您早说呀呢？你想坏了吧？你往歪处想了。哦，熬什么呀熬？你往歪处带我，您这叫这是好演员，啊？一个李菁，一个于谦儿，这是我们离不开的人您捧了啊！这多大身份？说实在的，没有？中国说相声里边，您算头钩了吧？哎，不敢当。头牌，您是谈不到头牌哪儿啊？啊？头牌像话吗？头牌的怎么那么别艺人艺术家嘛？这个各位，今儿您来着了，啊，这个演员不是轻易出来的，是啊。一年2回，清明一回，7月15一回。嚯！您拿我们还是演员吗？我们羡慕你们，哦，台上也好，台下也好，嗯，吃的喝的穿的戴的，出来开大汽车，嗨，回去住大房子，啊，羡慕谈不到。我就不行啊！您呢？哎呀，挣的是卖白菜的钱，哦，操的是卖白粉的心，这悬殊太大了吧？这个，你就知道我多不容易了。哎呀，到现在房屋一间，地屋一垄，那么穷，我还租房住呢，哎呦，租房住，大杂院平房租一间，哦，租了一间房，租人一间房。那个院里说良心话，根本就住不了。怎么呢？院里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什么人都有。哦对门住一姑娘，哦，一天到晚穿的很简单的衣服，什么叫简单的衣服？咱也不知道为省布啊是怎么着，穿挺小的、哦啊。她那裙子还没我裤衩大呢。嗨嗨，你把那裤衩送他多好呢。我就那一个裤衩。哎呀嗨，您把那裙子要过来呀？你最好照词儿说。这嗨，哪有词儿去？我说的是这个事儿，你这个人，我看不惯他。那肯定看不惯，咱家还有孩子呢，那可别让他多看他出来进去穿小裙子，描眉打眼的，啊！白天睡觉，晚上上班去，嚯，这哪行去？这个，这可没有我找房东老太太，啊！我说你让他走啊，哦，他不走我走啊，你搬家？你这不像话，你留他以后惹祸。对了，老太太找人去了，好说歹说，这才把他轰走。赶紧让他走活该，啊早就该走。谁找我要钱？啊！嘿，你先等一会儿吧，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你没给人钱啊？我说给这裤衩都不要。嗨，废话，没有拿这顶的，知道吗？说这个意思。什么意思？您这是？后来这不我就不方便跟那儿住了嘛，是吧？您肯定也是不方便了是不是？搬哪儿不能住？啊！北京城租房去，啊，您找房楼房贵，哦，租平房啊。还租平房？宣武门里，宣武门里坛子胡同儿，哦，和坛子胡同。哎，房东姓闷啊，闷三爷哎，坛子胡同可不是闷三爷吗？啊，坛子胡同闷三爷，好，墙角胡同挤三爷，嘎嘎胡同逮五爷，嘿好，还逮五爷呢。逮五爷，啊，闷三爷，小房不赖，这都一套。后边独门独院小房，嗯啊，有房子，哦还一小院儿有棵树，嘿，关上门是自个儿一家，
这多好啊！啊，没多少钱啊便宜， ，1000块钱一个月，那可不贵还一个月一给，哦，还当月结。不用提前交。你看看，你这个玩意儿北京城还有吗？这跟白给一样啊。关键这老头儿啊，人家不在乎这个，哦，不止这个，那一片都是他的房子，呵，哎，这叫吃瓦片儿。吃房产范儿的，哎，有就有，没有没有，不要紧的，他不跟你争竞。是人不图这个。可是咱跟老头儿也客气气的，那当然，越这样越坏，怎么呢？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那天早上起来，啊？站在门口那儿买水果哦，啊，这来卖水果，推着车啊，他挑点水果啊，苹果甜吗？啊，甜。脆吗？脆苹果。啊，来点金梨啊。您什么人性啊？您这是，您耍人家干嘛呀？这正腰着呢啊撑着分量。一回头，老头儿来了，哦，闷三爷，来了，咱赶紧迎过去吧。是，老爷子，上屋坐会儿去吧。哦，不去了怎么？ ，1号再来。干嘛1号再来呀？ 1号到交房钱的日子，哦，来收房钱来我可就乐了啊！啊？我说您这就没有了，怎么？就慢说有房钱没房钱这个事儿啊，打这儿过进门坐会儿喝口水，哎，咱爷俩聊会子，怕什么？这话对，是不是？不是好几家约的今儿拿房钱，哦，去晚了他们上班了。是是我说这进来，坐会儿，不再这么会儿功夫。让进来吧。